一个在美国的博主最近探店西贝，发现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现象。在美国的西贝餐厅，肉是现切的，烧麦是现包的，牛大骨一直在锅里炖着，完完全全是一副传统中餐馆现做现卖的景象。这事就透着一股诡异，因为同一个老板贾国龙在中国大陆的西贝却深陷一场关于预制菜的风波，被无数消费者指责其餐品是冷冻料理包，甚至一个冷冻馒头敢卖到21块钱。同一个品牌，同一个老板，跨过一个太平洋，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这让很多人想不通了，为什么西贝只坑中国人？难道贾国龙良心发现，到了美国就突然不想多赚钱，不在乎成本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商业的本质就是逐利，唯一的解释是他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在美国，如果你宣传现做，结果被发现用的是预制菜，那将面临的是法律层面的彻底毁灭。店铺关门是小事，巨额罚款和集体诉讼能让一个企业彻底破产。他怕的不是消费者，他怕的是法律，是那个环境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反观在中国，预制菜的标准是什么？去年3月，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了一个标准，模糊不清，甚至规定中央厨房配送的半成品不能视为预制菜。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标准是由中国烹饪协会主导制定的，而西贝的老板贾国龙恰好就是这个协会的副会长，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运动员自己制定比赛规则，然后以裁判员的身份下场比赛。所以贾国龙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应罗永浩的指责，说我们西贝100%没有一道菜是预制菜，因为他是按他自己参与制定的标准来说的。他玩的是一场文字游戏。罗永浩这次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去纠缠于预制菜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这种技术性问题，而是直接用了2个字恶心，然后又加了2个字还贵。这2个词精准地击中了当前中国社会最敏感的2根神经。恶心这个词绕开了所有关于工业化标准化的枯燥讨论，直接诉诸于最原始的生理和心理排斥。在中国这个经历过3聚氰胺、地沟油、苏丹红等无数次食品安全灾难的社会里，民众对吃这件事的信任早就被摧毁的差不多了。而且有人做过实验，把中国的预制菜倒入狗的饭盆，狗反复闻了闻，却怎么样也不肯吃。中国人天天都在吃的食物，但这些食物连动物的本能都在抗拒。而贵这个词则刺破了所有关于商业模式的伪装。当罗永浩晒出那张几百块钱的账单，告诉大家你花着吃一顿现炒小灶的钱，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在中央厨房早就做好的料理包时，那种被欺骗的感觉就压倒了一切。很多为西贝辩护的人都在强调他们的中央厨房多么先进，供应链管理多么优秀，但他们没搞明白，消费者愤怒的根本不是你工业化生产的过程，而是你用工业化的成本去收取手工业的价格，并且把这一切都掩盖起来，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而预制这个概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餐饮业，它正在成为中国社会运转的一个核心模式。从他们餐桌上的饭菜，到地方官员的仕途，再到整个国家，所有的一切都在被预制化。它核心逻辑是通过工业化的标准流程、大规模生产和配送，以牺牲品质、真实性和消费者的知情权为代价，来换取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升和风险的可控。我们来看看这个预制菜的逻辑。对于商家来说，它极大地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降低了食材损耗。一个饭店的后厨，食材损耗通常在 10% 以上，而预制菜配送可以控制在 3% 以内。开个外卖店，甚至不需要会炒菜，只需要一把剪刀和一口烧开水的锅，把各种成本几块钱的料理包加热一下，倒进饭盒，就能卖你20几块。红烧带鱼成本4块卖20，梅菜扣肉成本5块卖22，土豆牛肉成本5块卖25，利润高得惊人。但是这套逻辑是以牺牲什么为代价的呢？牺牲的是知情权。几乎没有一家餐厅会主动告诉你，我们用的是预制菜。他们剥夺了中国人选择的权利。其次，牺牲的是品质和健康。一份保质期长达1年甚至2年的料理包，里面到底添加了多少东西才能做到？如果说预制菜是商业领域的标准化产品，那么在政治领域同样也存在着大量的预制官员。最近有一部10多年前拍摄的纪录片书籍又火了起来，它记录了时任信阳市固始县县委书记郭永昌的日常工作。这部片子为什么现在看来依然如此震撼？
因为它真实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预制官员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郭永昌有着非常典型的双面性，一方面他表现得像个务实、有能力，甚至有点人情味的好官。他会亲自去信访局接待上访群众，帮被拖欠工资的民工解决问题，为无证经营的小贩把2万的罚款减到1000。在即将调离岗位时，遇到一个生活困难的老太太，他甚至会从自己口袋里掏光所有钱给她。按照官方的考核标准，这绝对是一个政绩斐然的优秀产品。但纪录片的镜头无意中也记录下了他作为预制件的另一面。他每天周旋于各种应酬宴会，在 KTV 里和商人老板勾肩搭背，喝得烂醉如泥。最关键的一幕是，有一次他要求摄影师暂时离开办公室，但录音没关，结果录下了一段他与人退还贿赂的对话。之前搁着有10万，是谁的？想不起来了。这段对话撕开了所有温情脉脉的伪装，暴露了这套权力体系的核心交易。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为民办事还是招商引资，最终都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目标，维持并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并从中获取利益。郭永昌就像一道精心烹制的预制菜，他的配料表里有执政能力，有对下属的掌控，有与商人的关系，有向上级的汇报，还有一套熟练的为人民服务的表演。所有这些原料都在这个巨大的中央厨房，也就是中国的官僚体制内，被加工、调味、塑形，最终打包成一个标准的县委书记。郭永昌在纪录片拍完15个月后就被双规，因受贿罪被判刑7年。这个结局就像是预制菜过了保质期，最终必然腐坏一样，是这套生产体系的必然结果。权力是需要精心包装的，而这套预制的逻辑自然也延伸到了思想和舆论领域，形成了一套预制叙事系统。如果说预制菜的工厂是中央厨房，预制官员的工厂是党校和组织部，那么预制叙事的工厂就是中宣部和网信办。这个工厂的任务是生产出标准化的、符合官方口径的精神食粮，然后通过无远弗届的渠道配送到14亿人的脑中，同时还要把所有非标的、民间的、自制的精神食品全部销毁。我们看到网红护陈峰就因为观点过于犀利，在直播中与一些小粉红辩论时，条理清晰地阐述了个人自由、消费选择等基本常识，结果怎么样？全平台永久封禁。这种封禁的执行过程本身就极具预制特色。先是隐形封禁，让你无法被关注，引发全网讨论，登上热搜。当局一看舆情闹大了，就临时解封，让很多人以为封禁是谣言。等风头过去，大家不再关注了，再来个彻底的永封，干净利落。整个过程就像一道预制菜，何时加热、何时上菜都经过了精确的算计。这套叙事工厂的背后是无数个一线的审核员。有审核员在网上匿名透露，他们公司是和企业微信绑定的，之前有同事枪口抬高1寸，对一些内容放水，结果被扣了绩效，领导反复警告，最后2个继续放水的同事直接被开除了。于是现在再也没人敢了。AI 审核加上绩效考核，就像一条精准的流水线，确保了每一个出厂的信息产品都绝对符合安全标准。这种全面预制化的社会模式，从实务到官员，再到思想，看似高效、稳定、强大，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极度脆弱，因为它建立在谎言和对真实的恐惧之上。这种模式让我想起了晚清的洋务运动。当年的清政府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也试图走上一条预制化的强国之路。他们不改变君主专制这个根本的腐朽的菜谱，而是试图直接引进西方的预制料理包、工厂、技术、枪炮、军舰。他们建立了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修建了铁路和电报局。从表面上看，这一切都欣欣向荣，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似乎拔地而起。但是这种强大是虚假的，因为它没有改变内核。官场依旧腐败，体制依旧僵化，思想依旧禁锢。军队的经费可以被挪用去给慈禧太后修园子，买来的军舰、炮弹里甚至填充的是沙子。整个系统从上到下都在演戏，都在糊弄。结果1894年甲午一战，这个看似强大的预制帝国，被一个真正从制度和思想上进行了彻底变革的日本打得原形毕露，一败涂地。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一个系统如果长期依赖预制的、标准化的、自上而下的模式来解决问题，
它必然会丧失活力和纠错能力。因为预制的本质就是消灭差异，消灭意见，消灭所有不合规的变量。当一个社会连狗都不吃的预制菜大行其道时，说明人们的味蕾和健康正在被麻痹。当一个官员的升迁完全取决于他是否符合预制的表演标准时，说明这个系统的根基正在被腐蚀。当一种声音可以随意被抹杀，而另一种声音可以被凭空制造出来时，说明这个社会正在丧失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西贝的风波、罗永浩的质问，以及贾国龙那套自相矛盾的说辞，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的共鸣，不仅仅是因为一道菜，而是因为人们在这一道小小的预制菜里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缩影。他们吃的饭是预制的，他们看到的新闻是预制的，他们被允许表达的情绪是预制的。他们发现自己活在一个巨大的料理包里，而现在有人把这个料理包的包装袋撕开了一个小口，让人们看到了里面真实的并不那么美好的内容物。这种被欺骗的感觉才是愤怒的真正来源。